欢迎回到我的任意门。今天要从纽约飞往苏黎世。苏黎世是瑞士最大的城市，曾被票选为世界上最佳居住城市第1名。除了是金融商业重镇，也富含历史文化底蕴。经过8小时的飞行，抵达苏黎世机场。饥肠辘辘的我，下飞机后直奔知名餐厅军火库餐厅，搭乘轻轨即可到达。餐厅地点就位在苏黎世的精品名店班霍夫大街，在爱马仕旁边的小巷子里。军火库餐厅历史悠久，是间100年建筑物，建于1487年，一开始作为军火军械库使用，直到1927年才改建成餐厅。透过其历史建筑的特色及美食，逐渐声名远播至海外。门口这位小露性感、手持十字弓、身边牵着一只牧羊犬的女孩，就是餐厅的招牌 logo 人物。一进店门，迎面而来的是5个印上店内提供啤酒的名称。环顾餐厅环境，展示了许多炮弹、武器等，提醒着大家这里曾经发生过的历史。苏黎世是德语区城市，当然要先来杯德国啤酒，搭配德国猪脚咯。这间餐厅的做法是将猪脚去皮，以香料腌制，在烤过后淋上黑生啤酒。个人是觉得啤酒很好喝，但猪脚普普通通，主要吃个气氛。因为瑞士是偏德系民族风情的国家，因此如果要期望有意大利、法国那些超级美食，肯定会失望的。饱餐一顿后，在附近散步，偶然发现一个户外小摊，有美丽的花，还有当季的水果。抵达下榻饭店，我们会在这里住2晚。早安！因为饭店房费没有含早餐，所以在附近选了一家早午餐店。橱柜里琳琅满目的点心、面包，每种都想尝尝。坐下后拿到菜单，全都是德文，默默打开 Google 翻译。点了一份起司火腿三明治和热卡布。吃饱后，开始苏黎世一日游。苏黎世主要景点非常集中，搭乘轻轨加徒步，1天可以逛完。我们会先游苏黎世湖，再到林登霍夫山、圣彼得教堂、圣母大教堂，还有苏黎世大教堂，最后会在老城区走走逛逛。苏黎世湖是城市的中心，沿岸有美丽的步道和公园，适合散步和欣赏湖泊的美景。当然不能错过搭乘邮轮游湖，欣赏城市全景。我私心觉得还是因特拉肯的湖景更美，
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开我的频道，看这集因特拉肯的介绍哦。林登霍夫山位于苏黎世老城区的小山丘上，可以慢慢步行登顶。山顶区除了有不少中世纪的建筑遗迹，还可以眺望整个苏黎世风光，将利马特河沿岸的风景尽收眼底。圣彼得教堂是苏黎世最古老的教堂，昔日罗马城堡的地点。1460年重建为哥德式教堂。它的特别之处为尖塔的钟面，高耸的尖塔从远方都可以看见。从圣彼得教堂再往南走，则是苏黎世圣母大教堂，建于853年，以高耸的绿色尖塔为主要标志，是属于13世纪的塔式建筑。离开圣母大教堂后，走向凯伊桥，在利马特河对岸，苏黎世大教堂与我们遥遥相望。苏黎世大教堂于查理曼大帝时期所建，是一座修道院教堂，而教堂的双塔造型非常醒目，是苏黎世最具代表性的地标。爱的迫降也有在这里取景哦。苏黎世旧城区富含瑞士文化和历史底蕴，这里有很多中世纪时期的古老房屋，弯曲狭窄的小巷，文艺复兴时期新建的工会及市政厅，穿梭在蜿蜒的石头路上，两旁色彩缤纷的建筑非常吸睛，充满浓浓的怀旧风情，非常适合悠闲放松的散步于其中，感受苏黎世的老城魅力。突然很想在这里喝一杯咖啡，感受一下异国氛围。来到这家拥有100年历史的咖啡馆，他们家的热巧克力很有名，装潢为巴洛克风格。但瑞士商家大多没有空调，里面太闷热了，所以我没有逗留。附近找了间评价不错的咖啡厅，点了 Affogato， 是一球冰淇淋加 espresso， 超级美味。这应该是我在瑞士整趟旅程里最满意的食物了。来到平价超市买晚餐，成千上百不同种类的 cheese， 看得我眼花缭乱。最后决定买了半只烤鸡跟1颗柳丁。很快来到旅程的第3天，今天要从苏黎世出发去库尔，因为要从库尔搭乘世界最美火车冰河列车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开我的频道看这集冰河列车的介绍哦。瑞士一般的火车都是空间宽敞、干净舒适，而且十分准时。抵达库尔，因为冰河列车要2个小时后才发车，先在车站寄放行李，再去市中心逛逛。库尔是瑞士最古老的城市，有5000多年的历史。这里以清幽的山区环境、蜿蜒的小巷和历史悠久的建筑物闻名。
看到了这个踩2层高跷的人，就代表来到旧城区了。来到了阿卡斯广场，两侧的建筑颜色缤纷，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。沿途有许多不同设计的喷水池。走着走着，看到一间理发厅，这里展示的发型都好特别哦。不远处传来悠扬的歌声，循着歌声看见了可爱的孩子表演合唱。这一处特殊的拱柱设计，原来是市议会大堂。我们就在美好的歌声中结束库尔小镇之旅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你的鼓励就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